大家好，我是博正，今天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非暴力沟通》这本书。我们大多数人使用语言呢，比较倾向于用这种比较啊、指责啊、命令啊、评判一类的语气，而不是鼓励我们去关注彼此背后的这个需求和感受。因为比较本身它就是一种道德评判，而评判本身呢，就是在强化自己认可的一个价值标准。那如果一旦别人做的某些事啊，不符合我们这个价值标准以后，我们就认为别人是错的。而我们本身没有去关注别人做这件事情背后的真实原因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里举一个例子啊，一个母亲啊催促她正在玩手机的这个孩子呢赶紧吃饭啊，但是呢孩子没有听啊，自顾自的玩。那在催促多次以后呢，这个母亲呢感到非常的愤怒，那就采取了家法啊。那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他会愤怒要采取家法呢？是因为孩子啊对于这个家长的话不听，置若罔闻。那他为什么会感到愤怒呢？是因为他这个作为一个家长啊，是有很高的权威的，那家里的地位也很高。那孩子不听他的话呢，也就相当于对他作为一个家长的权威地位的一个挑战，他是为这个挑战而感到愤怒。那刚才这个母亲教育孩子的这个例子啊，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个暴力沟通，它只是母亲呢对于自己此时此刻一个愤怒心情的一个表达。那他没有达到书中说的那个非暴力沟通这个方法。那什么是非暴力沟通呢？它其实有4个要素。哪4个要素呢？也就是这个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那简单的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观察一个事情，那这是观察到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会产生一个感受，这个感受呢是这个事情给我的。那我们有了感受以后呢，就有了情绪了，不管是好的坏的，那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需要，就是我感受这个情绪以后呢，我需要回馈什么，就是表达出我的这个情绪。那最后呢，我们希望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这就是请求。那我们先说在这儿，放这儿不动。我们先把这个4要素呢简单的说一下，那最后再回过头来说这个母亲教育孩子这个事儿。那非暴力沟通的第1要素就是观察，因为我们通常会把这个观察和评论混为一谈，把这个预测呢就当做事实了。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人啊，他花了1000块钱去买东西，那我们就说他花钱大手大脚的。那我们只是把观察到的这个事实当做一个结论来说了，而我们没有去追究它背后的真正原因。那如果这个书它本身就价值不菲呢，本身就值1000块钱呢，或者说买书的这个人他本来就很有钱，那1000块钱只是占他平时消费当中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呢。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个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当做结论去评判别人。因为当我们去评判这个人啊，花1000块钱买东西是大手大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和消费习惯来做评判的，这本身就是非常片面的。我们自身的这个价值观呢，不是代表了所有人的，而且呢，是我们自己主观的。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人背后他的真实原因是怎么样的。所以作为这个观察这个因素啊，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看到的具体事实呢把它说出来就可以了，不要去下一个非常片面的结论和评价。因为只要我们说出这个事实啊，那这个被评价被观察的这个人呢，他很有可能来解释他这么做的一个原因。那如果我们只是非常片面的就下结论说，你这样做的不对啊，你那儿也不对，这儿也不对，那这个被观察的人呢，就非常容易产生一个负面情绪，因为他会条件反射的维护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和立场。那他的立场跟我们这个评判的结论不一致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一个负面情绪，就很可能爆发这个冲突。那这也就是很多这个暴力沟通方式当中啊，产生矛盾爆发冲突当中最常见的这个一种情况。非暴力沟通第2个要素呢，就是这个感受。那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通过观察某一个事情啊，产生的这个感受呢，就是我们真实的一个想法。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朋友啊，瞒着我们给我们去过生，就是庆祝生日，想给我们一个惊喜。
那并没有告诉我们，当我们发现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可能会感到非常幸福和惊喜。那么这个幸福感和惊喜，那就是我们的感受，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惊喜事先安排了，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观察到原来是我的朋友背着我去给我安排的。那通过这个事情呢，我感到了幸福惊喜。那这就是通过这个事情的感受。非暴力沟通第3个要素呢，就是需求或者说需要嘛。因为有了感受以后呢，你就会产生这个需要或者需求。那接着刚才那个过生的那个例子来说你的朋友瞒着你呢，给了你一个惊喜，给你过生。那此时此刻呢，你已经感动得一塌糊涂了，那你是非常激动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想表达你内心的激动也好兴奋也好，感动也好。那此时此刻你就想把你内心的这种情绪表达出来，这就是你此时此刻的一个需求。非暴力沟通第4个要素呢，就是请求。还是接着刚才那个惊喜过生的那个例子来说，那你此时此刻呢已经非常激动了，你表达了你这个情绪了你就是把你这个激动万分的心情已经表达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还会邀请大家来一起给你唱生日歌，或者说大家一起合影怎么样？那这就是一个请求，就是想要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可，你需要大家来满足你现在的一个需要。那用过生的这个例子呢，简单的把这4个要素串起来，简单的理一下。比如说你观察到了你的朋友呢瞒着你给你过生，给你惊喜，这是你观察到的事实。那你产生什么感受呢？你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幸福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你想要表达你此时此刻这种幸福激动的心情产生了需求需要。那要怎么做呢？你要邀请你的朋友大家一起唱生日歌一起合照，这是你的请求。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母亲教育小孩这个事情，如果用非暴力沟通的这个里面的这个4要素的这个说法，是应该怎么跟这个孩子说呢？那用非暴力沟通方式呢，这个母亲应该怎么跟他的孩子来说这个他的目的呢？如果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比如说这个孩子我刚才叫你过来吃饭呢，几次3番来叫你呢，你都不理我，我觉得你不够尊重我，也不够尊重我的这个劳动付出。那我希望你呢能够着重成长，能够按时吃饭，不要把太多的时间呢都花在这个手机上面。我希望你把时间花在一些更多有意义的地方。所以呢，我现在请求你呢过来吃饭，来满足我对于你的这些期望。刚才这一段说辞呢，就把这个非暴力沟通这4要素呢就很好的融合进去了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我们先说这个观察这个母亲观察她的孩子呢在那儿玩手机几次3番叫他都没理他，那这是他的观察。那现在他表达说，我觉得你没有尊重我也没有尊重我的这个劳动成果因为要给他做饭吃嘛。那这是他的一个感受。那有了感受呢，就会产生需求嘛。那他需求是我希望你能够放下手机希望你能够着重成长，希望你把更多的时间呢用在有意义的地方这是母亲的这个需求。那有了需求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个请求。那他现在的请求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你现在就放下手机过来吃饭，来满足我对于你这些一系列好的期望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些，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暴力沟通跟这个非暴力沟通其实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暴力沟通那就直接是观察到马上就得到结论来批判别人得到一个非常主观的不加思索的一个结论。那非暴力沟通呢，就是把别人要做的事情呢变成自己期望别人做到的，也就是说站在别人就是被评论的这个人的角度来给他陈述这个事实，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些改变，而这个改变呢是满足我自己的一个期望。那对于这个被评判的人来说呢，是相对来说更容易接受一点的。所以说我觉得把这种指责别人和命令别人的这种沟通方式换成呢是希望别人来满足我们自己对于他的期望。那这种避免双方的正面冲突的这种沟通方式
我觉得是使双方更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在《非暴力沟通》这本书里边呢，他还说了一种表达感激的方式，有3个点。那简单的说，就是感激的越具体越好。那被感激的人，他就会真真切切感受到你此时此刻的感谢呢，不是客套话，而是真心诚意的感谢。而他被感谢呢，也不会感觉到尴尬，而且感到非常的自然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书中说这个表达感激的这3个点是哪3个点呢？就是有益的行为满足了我们哪些需求，在满足我们需求以后，我们的心情是怎样的？这里呢，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天你下班了，但是呢天突然下雨了，你有没有带伞？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同事给了一把伞。那如果按照非暴力沟通里面的说法呢，要真诚实在的表达你的感谢呢，大概是这样一个说辞就是说非常感谢你给我这把伞呀，要是没有这把伞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家呢，因为今天非常的重要，是我父亲过生日嘛，那家里来了很多年没有见的那种朋友，非常的难得。那现在呢，我有一种回家前非常幸福的那种期待感。在这个借伞的这个感谢的这个说辞里边呢，它就融合了这3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有益的行为。什么有益的行为呢？就是你的同事把这个伞借给了你，这就是有益的行为。那满足了我们的什么需求呢？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把伞以后呢，就可以及时回家和家人团聚聚餐，就是满足了我们聚餐的这个需求。那通过满足这个需求以后呢，我们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因为我们可以按时回家和家人聚餐，那我们现在呢，对于回家呢有一种憧憬、期待，那种幸福感，就是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其实《非暴力沟通》这本书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那我只是针对其中我觉得有意思的或者说印象深刻的点呢，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分享。那有兴趣的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原著。那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也可以给我点个赞。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下次见，拜拜。